这是一座800多岁仍然在不断过汽车的小赵州桥，它便是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市的普济桥，也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。桥洞的两侧上还刻着各式各样的神秘浮雕，我们今天就来个硬核解析，把目之所及的浮雕通通都给各位说个明白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原平的普济桥啊，一会儿我们好好的看一看这儿。我是2025年8月从大同自驾过去的，从村里走的时候迷路了，过不去，最后绕到了另一侧才找到。桥头的石碑上镌刻的是2011年的普济桥赋。我个人是把车停到对面的村子里了，如果你们来可以再靠近一些，停到这片土地上，可以少走2步。有些人更夸张，就直接把车停到桥上了。现在我们来聊聊这座桥的前世今生。当地人常将此桥称为南桥。此外，因为这座石拱桥和赵州桥的造型颇为相似，所以它又被很多人称为小赵州桥，这个外号就是从民间来的。此桥全长30米左右，如果站在侧面看，就能看到很多大大小小的炫动。因为当时桥下的河流要比现在的流量更大，而且必然是有洪水季的。之所以要设计那么多的炫动，就是为了增加过水的渠道，从而减少洪水对桥梁的冲击。而这座桥的始建年份1203年也是值得说道一番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成吉思汗的各个部族在大草原上打成了一片，每一家都很卖力气，所以蒙古对金国暂时还没有形成威胁。而南宋那边，韩托胄正在提拔志同道合的辛弃疾，并在计划北伐，但真正落实北伐工作那是3年后的事情了。所以此时的南宋对金国也没有威胁。既然金国没什么内忧外患，那人口自然会迎来一波稳定增长。当人口增长后，就会不可避免的对森林湿地造成破坏，从而加剧水土流失，导致水患频发。一旦到了洪水季，桥下的南桥河就会泛滥，从而导致两岸的人通行困难。所以在这边修建一座桥，方便大家往来出行，便成为了当地的一项重要工作。根据山西通志记载，主持修建普济桥的人是一位姓尤的居士，他通过众筹的方式在这边建起了桥梁。后世专家在考证时发现，这位尤居士是佛教徒，在众筹钱财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佛教信徒支援了他。所以我们待会儿细看桥的时候，你会在它的方方面面看到与佛教相关的元素。现在我们登上普济桥，先看桥面。首先我们看桥面上走人走车的地方被分成了3条道，中间凸起的分割线叫做分界石，两侧挡着行人确保安全的构件便是石栏板，底部的长条结构叫做地扶，它既能提供支撑加固，又有防潮的功能。而柱头上则是佛前常见的供果，其中有仙桃还有石榴，它看似是开花馒头，实则是石榴。还有一些是佛手，这个和我印象里的不一样。还有些完全不像供果，倒像是个掉了脑袋的蹲尸。看完上边，我们准备下去看侧面，先去好走的那一头。最外侧的炫动叫做刺孔，上方有一个积水兽头，而它两侧的元素则是源于佛家八宝的浮雕画造型。被切成一半的小炫上方也有一个兽头，而中间的大炫动，那上边的图案可就太多了，我们一样一样来说。先看外侧的龙王图，它无论是在民间信仰中还是在佛教意象中，都有施雨降福的功能。另一侧则是另一种龙王，上有人类官员高居城垣之上，下有战败倾降的龙王，这是人类战胜水灾后的结算画面。此外还有读书图，这是一个斜倚着的白胡子老翁，其头上包髻，身穿右衽长袍，面前摆着一本摊开的书，顶端有个双人浮雕，左侧人手鸟身一般视为迦楼罗，右侧人手鱼身者则一般视为河神。此时他已被代表佛教的迦楼罗降服了。然后还有垂钓图，这个图好解析，就是一个斜躺在船上的钓鱼佬将一根鱼竿伸向水中去垂钓了。尽头那乱七八糟的则是水怪浮雕。现在我们准备去不好走的那一头，这下边根本站不了人，所以干脆不费劲了，肉眼够不着的就用无人机来辅助看了。另一边的特殊图案是骑马征战图，而且这些人的衣冠是偏胡化的，他们这帽子很眼熟。那么我这个明治大帽的历史或许能追溯到宋金时期。
另外在这边也能看到半人半鱼的飞天形象，此外上方还有3人聚首城池的浮雕形象。总体来说，这一侧的保存状况要更加的完好一些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这座金代的桥梁，从它的始建年代1203年算起，一路算到今天，它已经有了823年的历史。在这段岁月中，桥下的洪水来了又去，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不见，而在桥上来来往往的人则一直是络绎不绝，甚至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是从远方慕名而来的。我在看这座桥的时候，还和另一位看古迹的大哥聊了聊，那是一位石家庄大哥，是一家人一起来的，也就是说是带着娃来一起看古迹的。对于小朋友来说，眼下他们的所见所闻一般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，因为关于古迹的记忆是一颗需要时间来浇灌的种子。当他们长大之后，这些儿时的记忆或许会在他们自己的某段旅途中逐渐复苏，那些古老的文化记忆和他自己的个人回忆也会在某个节点重叠。我个人便在过去的几年间亲身验证过了这样的心路历程，等再过些年便轮到他们这一代人来走上这条相同的道路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公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